把窗帘拉上。这种俗人呀，糟蹋了一本好书。人是俗人，却长了一双透人心骨的火眼金睛。爸爸，您是高估他了，火眼金睛，偏偏漏了我这个小鬼。你就不怕他是欲擒故纵？今日来登门，就是来探探底。那他就不会收爸爸那惠而不费的礼了。依我看呀，您才是真正的火眼金睛，这三言两语翻云覆雨，就把他金生火压到了五指山下。爸爸，您这招什么时候能教教我呀？你真的以为被称为军统间谍捕手的金生火，就那么容易被人玩弄于股掌？你不应该回来，回到这个只会让你做噩梦的家里。你应该离开，不必考虑我，但我绝不允许你跟他走。我有我的使命。使命？你为他们立了那么多，难道都换不回你的一条命吗？太太，您的电话。滚！你给我出去！滚啊！就这些，所以金生火执意要送我回家，拜见爸爸您。细节上有没有什么遗漏？船上这7天，你犯了太多的错误。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！你不顾我的命令擅自行动，试图用什么微型相机陷害金生火。是。你不经请示，把金生火带到这里来见我。是。你擅自刺杀森田。不，你最大的错误就是在接触李宁玉时言辞不慎，又暴露自己的危险。可就算不能为南京政府工作，还有重庆共产党。住口！你再说一遍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去反间科检举你。不，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的。你凭什么相信？我凭直觉，我就是相信他。你知道什么叫直觉吗？直觉不是巫师的水晶球，不是上帝的神奇。直觉是鬼魂记忆的前世心跳，是母亲留给孩子的血缘遗传。它就像风，无形无色，不可捕捉。但是他的身上一定带有所经之处的气息和温度。间谍的直觉是要经过无数次的生死考验，囤积在血液里的经验荷尔蒙，一经环境的触发，会越过理性，直接指挥大脑。所以，只有像金生火那样，经过千锤百炼的谍报人员，才有资格谈论自己的直觉。李宁玉那样获益了恩尼格玛的天才，才有资格谈直觉。你一个既没有经验又没有资历的新丁，有什么资格谈论自己的直觉？哼，不知天高地厚。爸爸，
我可以将功补过。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，重庆方面还是一无所知。如果把这样的好消息送上门，戴笠他一定会高兴的。你坐吧。德军进攻苏联，对重庆方面是件好事。一旦苏军参战对抗日德，那么远东战场的局势就可以扭转，所以重庆方面绝不会向苏联示警。这条情报对蒋委员长、对戴笠都毫无价值。爸爸，您向戴局长汇报吧，我等待处分。军统的家法不是以处分二字可以了的。我知道，军统的家法最重株连，有什么事我一个人承担，不会连累爸爸您的。现在不是女儿连累父亲，而是父亲连累了女儿。要不是因为我这个苏杭船王戴笠，怎么会把手伸向你的身上呢？德军的情报虽然没有用，但是二代恩尼格玛机的构造却价值连城。我曾经想通过施伦堡打探二代机的结构机密，可惜失败了。德军非常重视它的加密方式，英国和美国一直无法破译。只要掌握了这种密码机，国民政府就可以以此为筹码和英美交易更多的战略资源和军事支持。正像森田所说的，价值千钧。周部长办公室下发的下半年财政预算，咱们司令部的额度多了2成。哦，顾会长就是顾会长，真有办法呀！看来啊，只要顾小梦在咱们这儿，就不愁没肉过年了。日军司令部发来的嘉奖令副本。金生火是将官了。杀森田的人，就真的一点没有线索？没有，当时厅里人多，谁都有这个可能。会不会就是他武志国呀？我也怀疑过，但是他确实没什么可能。当时时间又短，环境又黑，他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不可能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杀人再退回来。奇怪，真是太奇怪了。那到底会是谁呢？金圣贤身上的嫌疑，就是剥了皮都洗不干净。虽然是险象环生，但是密码传上的一切都结束了。吴志国一天不死，裘庄的事就没有结束。这可比什么密码传更要命。还有啊，你们把所有的嫌疑推给了金圣贤，就以为万事大吉了。
别忘了，他人还活着，活人就能喊冤，活人就能翻供。司令您放心吧，金圣贤他人虽然是活的，但绝对不可能喊冤翻供了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审他的人是王田香。金教授，3天2夜没睡了，啊？要我说呢，死如长眠，睡如小死。人可以3天不吃饭，要是3天3夜不睡觉，那就是生不如死了。金教授，清醒了，清醒了，咱们接着聊吧。我没什么可说的。行，那就我说你听。金教授，我呢是真佩服你。不瞒您说，这3年以来呢，进过王田香这边审讯室的吧，不说是上千，怎么着也有个大几百吧。硬汉子我见过，一进门就咬掉舌头的真革命我也见过，没有几个能熬过3天的。你说说你哈，一个身娇肉贵的读书人，怎么就挺到今天啊？我服。王田香这个人，虽然被临时征调到了日军司令部，但归根结底还是咱们的人。情报部既然敢把人交给他，那就说明他们并没有对司令您起疑心。可是，如果他们是欲擒故纵，那他们就不会对王田香交底。王处长这个人，司令您最清楚，这公民心比金生火都热。哼，死人在他手里头都会签字画押，审出一个斯大林的特务，对他来说那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功一件。你们这些人啊，跟堂子里刚买来的那些活肉没有区别吗？啊，一个个非要寻死觅活、不依不从的，何必？哎，有抹不开脸的，有舍不得肉的，还有一些是死不了心的。就说抹不开脸的吧，扒光了衣服在院子里捆上1天，脸不就没了吗？舍不得肉的，板子抽，盐水烫，肉烂了就不金贵了。最麻烦的是不死心的。真的不说，我是被李宁玉他们陷害的。你瞧瞧，你瞧瞧，又他妈是这一句。你是被人陷害的？斯大林的间谍是那么容易被人陷害的吗？金教授，你别学那些刚进堂子非要办什么3针9裂，脸没了肉烂了，还他妈不死心，这最让人生气了，你知道吗？金教授，想不想知道在堂子里怎么对付那些不死心的人？我呢，曾经买过一个姑娘，眼高，心气儿傲，百般法子都使遍了，就是不从，活活把自己饿的就剩下一口气。你猜我怎么着？我把她相好给骗来了，换多了，找2个娘们陪她睡了1宿。那姑娘就在隔壁听着，第2天一早，嘿，自个儿就爬起来给我挣钱了。别觉得我说的脏下流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人呢，终归是躲不开那么一个情字。好像我刚跟你说的，这是男女之情吧，还有兄弟之情，最要紧的是血脉亲情。
想你闺女了吧？别着急，你杀了我！杀人多没劲呐，诛心才过瘾。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有悔了。对了，金教授，刚才忘记告诉你了，你闺女的船还有5个小时到杭州，5个小时，你有时间好好想清楚。你混蛋！你杀了我！你王天香这个人，虽说他是我的人，可他那心是长在日本人那儿的。你说的对，他好大喜功，他想立功。可如果他还嫌这份功劳不够大，再扯上我呢？那司令，您的意思是？这样，你呢，去探探他的口风，他要是还是个明白人，就不会把事情扯大。哎呀，可怕就怕这家伙立令智昏呐！金教授，你是真他妈以为我王天香不认字儿是吧？啊？这份供状通篇都是他妈废话。你是不是希望我就这么把你交出去？到了松井司令那儿，你再一哭诉，你是要砸我特务处的牌子是吧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的上级、下级情报传递方式还有密码本。我看你啊，是真想让我叫人把你女儿扒光。你不要走，我真的没有上级，求求你饶了我女儿吧，饶了我女儿吧！我不反骨，我都认了。只要你饶了我女儿，我绝不反骨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！不愧是老毛子训练出来的人，嘴够硬，心够狠。满洲国那边已经搜查你的办公室和住所，什么都没发现，手脚干将。既然别的地方没有，那一定就在你身上。这一箱是你带上船的所有东西，都在这儿。喂，藏哪儿了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不信，你们可以一件一件的查。一件件查，你他妈玩我是不是？你是数学专家，就你这脑子，藏点东西还不容易吗？啊，我没时间陪你玩，查东西不如查你。好，你够硬气。老子现在更他妈相信你就是斯大林的间谍了，不是共产党没这么带种啊！处长，处长，有屁快发！张司令来电话了。真的啊，张司令亲自打电话。金教授，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，
你要是个男人，就跟我说实话。你和川岛芳子是不是睡了？开玩笑的，金教授。金教授，你的命可真是好啊，有贵人。金碧辉司令已经和松井司令交涉过了，你没事儿。你说，金司令他真的？对。金司令用代理在上海的3个秘密联络点换的你，你可真值钱。好了，别愣着了，起来换身衣服，清理清理，就走吧。对了啊，兄弟是职责在身，千万别记恨。来人，带金教授去清理一下。是。那我女儿，嗨，你都放了，我能难为你女儿吗？放心吧，一会儿让你见。要不我帮你收拾收拾？啊，不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金教授，知道什么叫诛心吗？就是先把你逼到绝路，再让你心里有了热火气儿，然后再一把全掏出来。这他妈才叫诛心啊！走，要干什么？交建筑师，东西就在这里。是。7.65毫米的瓦尔特 PPK 手枪，象牙握把，镀金扳机。听说2年前德国元首希特勒50大寿的时候也收到过一把。哦，当然了，比这一支是要精致贵重的多了。张司令抬爱了，田香受之有愧。王处长，您这不是退司令的枪啊，您这是打司令的脸呐！白秘书，我真收了这枪，恐怕自己的命就要保不住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按理说呢，你我同在剿总司令部为官，我呢官比你大上半级，年纪也要长上几岁，可见了你的面，还不是得毕恭毕敬，小心翼翼。这里边的道理，你懂，我也明白。白秘书，你张司令面前的红人，我是日本人的耳目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。但我看您王处长今天这态度啊，好像是不打算低头了。怎么，您是笃定了这次审金圣贤这案子能审出个大功劳来，在日本人那儿高升了？高升不敢想，不敢想。可从今往后，这颗脑袋应该是能抬起来。白秘书，烦请转告张司令，这枪他不送，田香自然也会忠心办差，绝不会怠慢。可如果我真收了这枪，落在日本人眼里，我审出什么来都是假的了。王处长聪明，一心向着日本人，还不得罪司令。白秘书，多关照，多关照。张司令如果心里没鬼，就不该送枪来；如果心里真的有鬼，就更不该送这把枪了。说，说吧，白秘书不是外人。金正科从那本书上查出东西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白秘书，公务在身，少赔了。王处长请便。
时间到了，出来吧。哪国的时间？在宣告失败时，哪国的时间都一样。在你回忆密码机的这段时间里，发生了2件事，一条是好消息，一条是坏消息。老规矩，先吃糖。负责审讯金圣贤的是剿总司令部特务处的处长王天香。据内部消息，他已经找到了金圣贤是苏联间谍的可靠证据。这倒是意料之外的好消息。下面该吃药了。你在密码船上的表现，戴笠已经知道了。他给了8个字的批示：罪不容诛，就地正法。下不为例，将功补过。将功补过？那父亲为什么说这是坏消息啊？因为他让你用来补过的功，就是恩尼格玛机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我写了10几页，可是一次比一次记得少。爸爸，我真的努力记了。他把我叫去协助的时候，每一个零件，每一个齿轮，每一分每一寸，我都牢牢记在脑子里了。可现在，脑子就像被水洗过一样，什么都不记得。你说的对，我不适合做谍报人员，因为我连最基本的瞬间记忆的能力都没有。这不怪你，谍报人员也是人，思维、感情、记忆力都是由普通细胞决定的，没有谁能够突破人类的极限。记忆就像潮汐，自有它的起落。即使是一流的天才，如此高强度的机械记忆，24小时以后，也只能残留不到1/3的记忆量。如果没有图纸和笔记的辅助，谁也不可能在下船以后再度还原一台世界上最精密的密码机。不，有一个人，他全部都记得。李少校，李少校，都醒醒，都醒醒！快，科长来了。科长好。李少校，白秘书有何公干？嗨，是公干，也是私务。这不，刚去内务处，发现李上校的军衔还没领呢，这就顺道给送过来了。有了，白秘书。放心，金圣贤招了。这和我无关。这张照片就是向他们宣誓，离开这条船，我李宁玉也还活着，不是把死亡寄存在什么地方的行尸走肉。从您出现到现在，一共走了85步，说了341个汉字，我的记忆力比相机还可靠。至于这个人，昨天才进的机要处，还够不上跟我配合。
第7页，摩斯码纸，人为错误的质。19页，21.479应该是21.473，还有52页、60页、88页，总共39处错误，你只修改了27处，这就是按照我的吩咐改的。那个，您说的太多了，我记不住嘛。那为什么我就能记住？为什么不把情报科办公室的门关好？这不是天太热了吗？保密守则有天气热就可以不封闭办公室环境的条款吗？把文件拿回去，再重新修改一遍，不准再出现任何的遗漏和错误。还有，记住，情报科来去自由，不留庸才。如果你愿意一直开着门看杂志、涂指甲油，你就自己走出去，再也不必回来。是的，科长。有什么了不起？自己还不是一样要翻报纸炒美人，好媚眼刁难。抱头，社会已多，再不知足，那就是贪心了。这是爸爸的一点心意，作为我们在密码船上共患难的纪念。卡地亚设计师珍妮女士的作品，我觉得她和你很配。拿豹子比我，这是在夸我还是贬我？猎豹擅长，为了跟踪猎物，可以匍匐数个小时，纹丝不动。猎豹善捕，它是草原上跑得最快的野兽。一旦锁定目标，一动则快如闪电。这不正和金处长您一模一样吗？此话虽然中听，可惜并不对。豹子是独行猎手，生死成败全一骑担当，而我金某人最擅长结盟，就像上次密码船脱险，靠的就是精诚团结才能化险为夷，对吗？小猫，送给张司令吧。你初来乍到，该拜拜庙门，否则张司令会见怪的。你我之间就无需这些客套了。谢谢处长指教。谢倒没有必要了，我只是感兴趣，我这位盟友在之前的密码船上为什么会三番五次的陷害我？谁让你那么霸道？我倒要看看那个能把我从司令秘书处调出来的人到底有多大的能耐。就为这个？怎么？您不相信我啊？爱信不信？信，我当然信。这就是你的个性，顾明章的女儿嘛，情理之中。好，言归正传，你今天来报道，就该给你分配工作了。是这样的，机要处一共有3个科，情报科，科长李明玉，主管情报破译；电讯科，科长刘子栋，主管电台侦查；还有，就是资料室，养小姐太太的地方。你选吧。当然是情报科。你吃李科长的脾气还没吃够？有的人脾气是本事，有的人本事是脾气，这是爸爸告诉我的。如果想当小姐太太的话，干嘛来这儿啊？直接到汪夫人的沙龙店坐坐就好了。哦不，你太漂亮，汪夫人是不会让你进他们家客厅的。小毛，你想清楚了。情报科就像那条密码船，你如果去了那儿，每天是每时每刻，在那条船上不死
亦不能超生。诚如我愿。少佐，和您当时推测的一样，那个金圣贤板上钉钉就是斯大林的间谍。这是我从他随身行李搜出来的密码本，铁证。没有人告诉你，我已经不是什么少佐了吗？因为密码传事件，我已经被解职，马上就要接受军部直系处的调查。你不该再来向我请功了。三井先生，那森田大佐的案子已经被特务机关接手了。森田大佐、彼を憎んでいた。今彼が大佐殺しの犯人を追うことになるとは。进来。科长，316号定位已移出。出去。关上门。松井司令办公室传出的消息，他们下船的当天，那个龙川大佐就上船调查了。听说三井被免职，也是他的意思。说免职就免职，这人什么来头？不知道，整个日军司令部没人跟他走得近，没老婆没孩子，就跟天上掉下来的似的。不过松井司令官对他倒是格外的器重，进特务机关没几年，就爬到了副机关长的位置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提拔。小兔崽子，祖坟冒青烟了，你大哥我也发达了。大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龙川肥原，龙川，啊，这姓儿，这保不齐就是能拽着我上天那头针了。科长叫你进去。关门。玉姐，送你的。我不要。你得要。我上大学的时候啊，选修过园艺课。这君子兰呢，叶片肥厚，布满气孔，可以吸收空气中的粉尘，对你的哮喘很有效。而且呀，这也是日本天皇最钟爱的花。当年满洲国建国的时候呀，他选定了2只最名贵的品种，送给溥仪，作为贺礼。既然你这样戒备我，就不该来情报课。玉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对自己在船上的言行反思过？你在后悔曾经对我说出的那句话？那就算不能为南京政府工作，还有重庆共产党。出口！所以，你才借着这盘君子兰向我表示，自己是忠于日本人的。你对自己在船上的言行反思过？你在后悔曾经对我说出的那句话？所以，
你才借着这盘君子兰向我表示，自己是忠于日本人的。我呀，又被玉姐猜中了。不过，我说天皇是傅家的私心，这哮喘是原本的真心。我是不希望玉姐对我有什么误会。叫李科长。是，科长。是李科长。是，李科长。回去告诉金处长，让他把你安排到资料室去，我这里不缺人。还有他也带走。在我的办公室，除了机密文件，不摆放任何闲物。不，情报科缺人，非常缺。刚刚进来的应该是你最得力的科员了，不然的话，他也不会接触到最高机密的密电。只可惜，他的业务能力并不强，不然的话，不会因为一条密电就在你办公室被训斥这么久。你太自以为是了。也许，我是在对他进行业务培训。天才不会在庸人身上浪费时间，更何况他指甲上的气味还没有散，应该是1到2天前刚做的。而那段时间，科长你还在密码船上，做这种指甲呀，至少需要3、4个小时。也就是说，他是趁上级不在的时候，偷偷跑出去做的。以他的这种工作素质，应该不值得您栽培吧？至少我信任他。他不被信任，也不值得信任。我手捧礼物初次登门，按理说应该算是您的客人，可他对您的客人没有丝毫礼貌，所以他应该没有很尊重您。更何况，他还有窥探您隐私的坏毛病。要我说，玉姐，你绝对不会信任这种人。你这点小聪明，应该去电讯科行动队，在我这里，可派不上什么用场。李科长，我记得你曾经跟森田说过，你有和照相机一般的记忆力，是吧？别动。你放心。我不会动你的机密文件，不过你的办公室也不是只有机密文件。家园，中文杂志，我也只看这一本。第28、29页，论乱世佳人中斯嘉丽之爱的任性，文艺影评，2篇，大概有700个字。我只看1遍，向你证明我的记忆力，如何？给你3分钟，5分钟，4分钟，3分半。来，都快点啊！这边还有，小心点啊！小心点，听见没有？管理机构，机电室是在里面。时间到，
回观我国古今传奇中的佳人美眷，行至必称柔顺。大佐，您一定是龙川大佐吧？他不可能藏在门后，他会藏在什么地方？大佐，鄙人是侨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王天香，奉情报部的命令来协助您调查森田大佐遇害一案。啊，您一定是在还原嫌犯闯入机电室杀人发报的现场吧？回看《乱世佳人》中斯嘉丽的乖僻任性，尤其可以做我国新女性之境界。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事先背下来的？杂志是你的，文章不是我的，更何况这是最新一期的《家园》，今天早上才刚开始售卖，我既没有时间，也没有机会。可你错了3个字。谁让我只是一般的好记性，没有像玉姐那样的记忆照相机呢？叫李科长。是科长。那我现在可以正式进入情报科工作了吧？只是暂时。我给你1个月的考察时间，在这1个月里，你要承担科室1半总量的电文破译，不准有任何的错误，不然你还是要回到金处长那里，让他给你安排更适合的工作。接受吗？接受。那我现在可以回办公室了吗？等我把话说完。在这科室里，记忆力固然重要，但有1样能力比记忆更重要，那就是忘记。据金圣贤招供，他是潜入机电室，然后用刀割断了发报员的喉咙，随即发报离开的。这都是你审讯的结果？是。我们是从金圣贤带上船的书本里发现情报的，用隐形墨水写成，拼在一起，刚好是满洲安保局围剿中共抗联的军事情报，已经向满洲方面确认过，情报属实。我想，他一定是上船之前窃取的情报，还没来得及发送给他的上级。来，大佐，你是个刑讯高手啊！不敢当，识皇军之路，忠皇军之事嘛。不必过谦。三井寿一在这船上审了金圣贤1晚上，一无所获。你要不是有那指鹿为马的手段，怎么可能获得一个速速求死的供认状呢？大哥，被指从事刑讯10年，自讯没有办过一件冤假错案。你的自信对我来讲毫无价值，因为金圣贤的供述跟现场的痕迹完全不吻合。不吻合？以当前的室温，一滴血液离开人体到变得干涸需要用多久时间？回答我。你的血从滴落到凝固用了5分钟，完全凝固大约15分钟。根据金圣贤的供词，他是趁着森田召集众专家去研究检验李宁玉推算的稿纸时，
闯进祭奠室，杀人最多不过5分钟，电文也不超过6个字。杀人、发报到离开最多不过7到10分钟。根据三井的回忆，金圣贤离开森田办公室的时间确实很短。而这片血迹边缘有一个脚印的痕迹，且痕迹纹理清晰。这说明是在血迹完全干涸之后，脚印踩上去的。而我对三井和森田的鞋子进行了彻底的查验，没有发现任何血迹残留。也就是说，谁踩上这脚印，谁就是凶手。杀了人，发完报，可是这个人还留在这里，原因只有一个。那就是三井和森田来得太突然了，他出不去了。当森田闯进祭奠室的时候，凶手还在这里，所以绝不可能是金圣贤。可是，他会藏在哪儿呢？藏在哪儿呢？大佐。金圣贤行李里搜到的情报是真的，这可是实打实的证据。实打实的证据，你确定吗？我问你确定吗？确定。正是你所确定的那份实打实的证据，让我完全相信金圣贤不但不可能是凶手，更不可能是斯大林的间谍。为什么呀？把情报分成2部分来传递，这是情报市场、情报黑市交易的标准做法。第一部分换取定金，验货以后再领取余款。像这样一个为了金钱来出卖情报的交易者，绝不可能是被苏共洗脑、视信仰高于一切的间谍。卑职愚笨，让真凶漏网。漏网倒没漏网，只是一时我无法确定是哪条鱼罢了。是，有大佐您的火眼金睛在，不怕真凶飞到天上去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啊，我说有大佐您的火眼金睛在，不怕真凶飞到天上去。他就藏在这儿。当时餐厅里除了森田以外，还有13位破译专家，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刺客。但是若论刺杀的成功率来看，最有可能得手的，还应该是这个顾小梦。一个千金名媛做杀手不太可能吧？正因为他父亲富可敌国，他却拼了命的要进间谍部门出生入死，你不觉得可疑吗？可是他完全没有机会换餐刀啊！不，他有机会。逃走进刀！要这么分析，当时在餐厅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换餐刀。是的，最能洗脱顾小梦刺杀嫌疑的，并非没有机会替换餐刀，而是他根本不可能是杀人发报的真凶，所以他也就没有刺杀森田的动机。毕竟，仅凭一根钢柱攀爬在天花板上15分钟，这需要多么强悍的臂力啊！对于一个年轻女人来说，太难了吧？
同理，李宁玉也不可能是真凶，他的手上还有着严重的伤病，更何况当时他在会议室里正在紧张地破译着2代机，根本没有作案时间。也就是说，2个女人都洗脱了嫌疑。如果金圣贤确认没有杀人嫌疑的话，凶手只能是金生火、白小年和吴志国当中的一个。白小年不可能，很简单，凶手闯进机电室的时候，他还根本没上船。金生火，一定是金生火。他这个人老奸巨猾，又是戴笠培养的高级间谍，杀人、发报、暗杀，对他来说就是家常便饭。别忘了他戴眼镜。这个军统的王牌特务，年过50旬了，就算他有把子力气攀爬上天花板，能待上15分钟，他的眼镜也会比他先掉下来。那就只剩下吴志国了。他是一流的杀手，杀人是他的老本行。这个人最没可能。当然，他完全可以杀人发报，但是他没有刺杀森田的时间。当时他正在楼梯上，以那么远的距离杀人、换刀，再返回原来的位置。短短的时间里完成所有这些动作，除非他是飞人。而且根据他的专业素养，他看不懂2代密码机，没有任何可能记录下那些数据。所以，吴志国没有杀害森田的动机呀。也就是说，剿总司令部的5个人都排除了嫌疑。那凶手只能是金圣贤。都不许动！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。我到底遗漏什么了？那天晚上的情况，看来只有森田大佐才知道了。死人无法开口说话，但是凶手会和自己的杰作始终保持对话，只是我们无法掌握他们的频率，所以听不见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逼迫他们暴露他们的波段，破译他们的密码。报告，进来。说吧。红雀发了急电，大佐一直追查的共产党互联行区地下党组织内的老汉，终于有迹象了。杂志密电。喂，找刘宗林。到了，我叫4份到了。到。喂。庄生小梦的电文是你发的吗？你搞什么鬼啊？我不愿意喝。有个狠心的人已经10天又13个小时没回我电话了，我只能通过电文。传句话用这种方式啊！我可警告你。我可警告你，普通电台的发报也在情报系统的监控范围之内。如果发现异常，可以不经破译直接逮捕。以后少发疯。你别
别生气啊。不过如果你生气了的话，那心还没那么狠。你去买一份新版的《家园》，里面论乱世佳人中斯嘉丽之爱的任性，是为你写的。无聊。你把它拿走。喝了药，不要任性。当着这么大的孩子，我不想喝。怎么啊？男朋友啊？不是，你别误会。你不用瞒我，反正啊，你也瞒不过我。就像那位，他跟吴志国吴大队长的关系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什么关系啊？同事关系呗。你是真不知道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她呀已经是第3次嫁人了。据说这头一任的丈夫啊是乡绅的儿子，供她出国留洋。可她倒好，回来呀就要跟人家少爷离婚，被人家少爷气的呀撞了车。这第2个呀更惨，说是张学良的心腹。这少帅一失了脚啊，他又想踹了人家，结果这位气性可大，把自己活生生给气死了。这第3个嘛，以前也得意过，现在呀又落魄了。这不又扯上了吴大队长，他是不是5行克夫啊？都是挺好的男人，怎么就全败了？不过吴大队长贴上他呀，可是得了计了。知道为什么人家立功多吗？这情报科的情报一出来啊，金处长还没看过呢，那边就先知道了。写什么呢？你的话里涉及到情报科的保密工作，我得把他们都记下来，好跟李科长汇报。马屁精！大哥，哎，你脖子别管，把儿子召集过来。抓谁呀？什么抓谁？给我买杂志去。杂志？慢着。给我吧，我去送给李科长。不劳，您忙。哪有你忙啊？李科长说了，送来的电文1半以上都要你一个人破译，你的时间宝贵，就别浪费在这些程序上。这是417到423号密电。啊，是我的工作。可我这不是怕你完不成科长给你的定额吗？按照时间要求啊，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就要完成全部破译。但我们这一行的时间最重要，就像这办公室里面的人事关系一样，最要紧的也是时间，就是先来后到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文件。这时间太着急，都没办法好好给您递文件了。你，哎呀，金处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听说处长升了少将，我都还没来得及去府上祝贺呢。免了，都是些官场客套。女孩子嘛，不要总学张司令身边的那位白秘书，太累了。别怪我老金不够绅士，
刚才二位女士在屋里的对话，我这双老谍报的耳朵身不由己，都听见了。职业病嘛。先听我说，你刚才教训顾小梦的每一句话都对，我都支持。不过有一点你没说透，这办公室里的人际关系确实跟破译密电一样，但最重要的不是时间，是时限。所以说，先来后到不重要，时过境迁才最要命。你说对吗？对。事事如此，有了那些赶时运的，那些先来的，也就只能先靠边站了。顾小梦，放下手边一切工作，全力以赴，先破译这份密电。天亮之前，务必把结果直接报给我，明白吗？金处长，你也太大材小用了吧？什么意思？不过是年轻女孩的几句口角，何劳您堂堂金处长，助打太平拳呢？这好意，我可受不起。自古好人难做，别以为我是在帮你欺他，我完全是看在他死去的舅舅的面子上，在救他的命。这个赵小曼就是前任司令钱虎义的外甥女，这个人本事不大，毛病倒不少。钱虎义把他硬塞到我这儿，就是要监视我这个机要处要害科室的一举一动。现在，钱司令死于非命，这死因至今还是个悬案。新来的张司令正在全力清除前任留下的势力痕迹。这个赵小曼到现在还这么胆大妄为，你说他是不是不要命了？金处长，您看似阎王，实则菩萨。有时候为了要行菩萨心肠，就不得不使阎王手段。这都是顾小梦破译的。他没有破译，是我。那这条密电的第一道加密手段，是替换加密还是一次一密加密？这个。你今天的表现，我会写入你的年度操行记录。还有，告诉顾小梦，417号电文今晚7点钟之前给我破译结果。那不可能的，科长。我看见金处长给了他一份重要文件，说是要求他立即停止一切正在进行的工作，全力破译，并且说完成后直接交给金处长。今天晚上你不能回家，要封闭和外界的一切来往，全力以赴破译密电。天亮之前，务必把结果直接交给我。这什么密电啊？这么要紧？这是电讯科截获的军统高层发往上海站的密电。这个波段最近发报频繁，我判断这是戴笠对杭州、上海一带的谍报工作有重大的部署。小毛，你应该知道这里的轻重。现在李科长还在处处刁难你。如果破译成功，破获了戴笠在杭州、上海一带的谍报网，那你就立了大功，在情报科就站住了脚。到那个时候，谁都不敢动你了，明白吗？内清楚吗？我是机要处金生火，
今天晚上情报科顾小梦要留守科室，执行紧急的破译任务，备有参犯，执行1级安保。谢谢。一切都为你安排好了，安心破译吧。记住，时间不重要，时机才最重要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金处长，还有事儿吗？如果这密电我破译不出来，会怎样？莫开玩笑。如果破译失败，贻误了军机，我老金也无法把你再留在机要处了。这情报科就是条下不去的密码船，你写在纸上的每一个数字，拨出去的每一个号码，甚至几句自言自语的牢骚，都会受到看得见的内部监控和看不见的外部监视。如果不明白这条规则，在这儿你是活不成的。情报科李宁玉，宁玉，刚才看你办公室的灯还亮着，怎么？李科长今天晚上有什么紧急业务吗？刚刚破译好417号电文，马上给金处长送过去。明天送也来得及吗？宁玉，你也是我的老下属了，这回要共生死一场，别怪我老金多嘴。新女性事业心强，这是对的，但也不能晾着丈夫在家里不管呐。以我男人的经验，长此以往，家宅不宁。谢谢金处长关心，我马上就离开。不客气，明天见。
戴局长不但费心，也费力了。孤州索李翁独钓寒江雪，这哪里是渔翁的江雪，分明是戴笠的江水，寒如厚雪，非要困住我这野孤舟不可呀！立即实行抓捕。密电我已经破译出来了，我想我已经知道老汉是什么人了。我要宪兵队出面，让他去。方天香，喂，内勤处吗？我是情报科的顾小梦。马上给我送一杯蓝山咖啡过来。什么？没有。好了，这样，你给我家打个电话。对，就是找顾明章。爸爸知道我最爱喝的咖啡在什么地方，让他马上派人给我送过来。什么？要跟金处长汇报？我只是让家里人送一罐咖啡。喂。你真的以为被称为军统间谍捕手的金生火，就那么容易被人玩弄于股掌？小孟，进展顺利吗？还没完全破译。孤舟。大哥，是不是该抓捕了？再等会儿吧。龙川大佐说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，况且现在这夜深人静的，正是传递情报的好时候，说不好咱们还能抓住他们同伙呢。孤舟是戴笠派的杭州一带的头号间谍，我已经追查他很久了，但是苦于此人隐藏太深，这回终于要露面了，太好了。小孟，抓紧时间，按照戴笠派出密使的实线习惯，上海与杭州如此近的距离，他们绝不会提前36小时以上发令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我们一定要争取他们在会面之前布置好抓捕。要不要我帮你？哦，不必了，马上就要破译完了，我会在天亮之前，不，5点之前破译完毕，送到您的办公室。哦，对了，美国货，当然了，不是什么顶级的蓝山，但任务完成之后，我保证请你喝最好的咖啡。干活吧。啊，小孟，以后有什么事情，不必给内勤处打电话，直接找我，我来安排。刚才灯是不是闪了一下？灯？没有吧？坏了，他要跑！